邱建良一直在表示抗议，我们的确这个应该，我们的裁判是不是应该对对方进行一次警告？毕竟对方已经进行了大量消极的这种防守动作，亚奇伊拉利，我们看对方进行了甚至夹境的这种断头台的夹境。注意看，邱建良在国外打比赛被穿小鞋，外国选手公然在裁判面前实施违规肇事，一旁的裁判却装作什么都没看到。就是因为此场比赛，世界体育组织介入到了此次事件当中，摩洛哥拳坛当场被罚了50个亿。真以为中国勇士邱建良是好惹的吗？招惹谁不好，非要招惹大名鼎鼎的邱建良。赛后，邱建良对此件事情是这样说的：我接受不了这个风格，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风格，他甚至都不算是一种风格。然后每一次当我接近他的时候呢，他就倒地了；每一次当我能够用拳头打到他的时候呢，他就抱着我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什么规则？如果是纯泰拳规则的话，纯泰拳规则我也接受不了。纯泰拳规则也没有说自己到了攻击距离自己就倒下了。我唯一犯的错就是当他那么做的时候，我没有保持冷静，而是想要快点打得更正一点。然后当我越想打得正的时候呢，他就越可以邪恶的出来。这个就是比赛。为何摩洛哥拳坛竟然敢大张旗鼓给邱建良穿小鞋？那是因为和他对战的对手不是一般人，他年纪轻轻21岁，就已经斩获了恐怖的60连胜，还对外放出豪言，不管是何方神圣，只要敢来摩洛哥拳坛，都逃脱不了他制裁的命运。看来亚奇是被本土裁判和官员重点保护的对象，他老爹的身份一直是个谜，据说是全球富豪排行榜前10的某集团老总。这一次遇到邱建良算是亚奇的不幸，邱建良本身就受世界体育组织所保护，所打的任何一场比赛都有世界体育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然而亚奇丝毫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不管是谁来到摩洛哥打比赛，亚奇均是照黑不误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是如何惩治摩洛哥拳坛教训亚奇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亚奇被称为摩洛哥拳坛的传奇，年仅21岁就拥有了此称号，断定此人绝对不是一般人。前面也说到了，亚奇的老爹是一位神秘富豪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他的秘书出面解决事情。为了让他的小儿子亚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果断签约了摩洛哥拳坛所有的搏击选手。至此，亚奇从小就开始斩获连胜，仅有一场比赛是打了1个平局，结果他的对手3天不到就被暗杀。此次邱建良是提着脑袋来打这场比赛，不知道能否掀翻摩洛哥拳坛的黑暗。准备，我们看邱建良在最近的比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进步。邱建良在前一段这个比赛中啊，自己的这个斜插线8个方位的移动呢，前后左右、斜前斜后、斜左斜右的这个方式的移动呢，是非常让我们大开了眼界。他的脚步经常会侧到对方的侧面，而他的对手是这个长期受训于优秀团队的一个对手。亚奇伊拉利，邱建良后手前手扫踢，连续的进攻。亚奇的连胜并不被人认可，但他的老爹可是操控局面的一把好手，于是寻找到了好几位世界冠军来和亚奇打比赛，无一例外，全部都是亚奇获得了比赛胜利。这一次武林风组织多位中国勇士奔赴摩洛哥，不知道赛事方有没有收取他老爹的金币，但邱建良对这件事情毫无知情。就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邱建良也会按照自己内心所想去打这场比赛。不要着急，骗他，慌的，小动作。邱建良还在找机会。骗他，哎，还给我讲不是。我把他挂下没？扫踢啊，对方踢完摔倒了，失去了平衡，转身的后蹬，对方的摆拳及扫踢，高位的正蹬。打拳不仅仅是为了金币而战斗，但打拳的最终目的就是挣金币。在国内，邱建良是出了名的好心眼，不管对手是谁，邱建良都会奉上最高的敬意示意对手。武德这一方面没得说，好的不能再好了，但这一战将会颠覆邱建良对摩洛哥拳坛的认知，更是擅长把握机会的。前后摆，对方想内围没有成功，连续扫踢转身摆拳，对方做了一个高位下压的拍膝，本来邱建良有一点点犹豫。低位打斧，对方一个跳膝，连续的进攻，前后摆拳。对方在进行内围控制的时候，邱建良亚奇敢在首回合实施违规肇事，
并且裁判还当作没看到。那么接下来亚奇将会更加放肆。明明是亚奇不讲武德在先，裁判却言语警告了邱建良一次。赤裸裸的黑幕让邱建良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。本次邱建良这场比赛呢，也是得到了这个摩洛哥方面的巨大重视啊，他的对手也是为此备战了很久。对方的双跳膝，而且对方跳膝完了以后，直接对邱建良进行搂抱，就限制了邱建良的2次进攻机会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此时的邱建良还是跟往常一样心态平和，但亚奇的行为已经触碰到了邱建良的底线。有了裁判帮忙的亚奇什么都不害怕，就算实施了违规招式或者是消极搂抱，裁判也不会警告亚奇，并不会邀请亚奇吃黄牌。和亚奇打平手的那位选手是真的可怜，没过3天就被暗杀，裁判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你在后面这种方式，作为泰式内围里边的一些小动作，这是游走于我们比赛的这个灰色地带。邱建良开始转身后摆，转身后摆，对方扫踢，跳膝。我们看对方非常有经验的在做一些主动的倒地动作。我们现在终于注意到了，这个情况实在是太恶劣了。亚奇的违规招式越来越明显，这就让裁判非常被动，不知道是警告还是不警告。真要是警告亚奇的话，恐怕过3天下一具尸体就是裁判。对于邱建良来说，亚奇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知肚明的裁判。只有冤枉人的那个人才知道被冤枉的人有多被冤枉。面对亚奇所实施的违规招式和消极搂抱，邱建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破解。打击，对方马上进行内围的缠抱。战术上我们不能说对方有错，但是这样的方法的确是不失正直哈，有失正直的方式，连续打击。我们看对方又开始缠抱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裁判是不是应该对对方进行一些警告？毕竟对方已经进行了大量消极的这种防守动作。亚奇伊拉利跳膝右抱，我们看根本就不想跟邱建良进行过多的进攻。裁判对选，只要不让邱建良实施主动进攻或者是防守反击，亚奇可以实施任何动作。然而这些违规招式都是裁判默许的，这就是典型的打得过就往死里打，打不过就像个怂包一样。一旁的裁判就怕亚奇这个富贵公子哥挨揍，时时刻刻都在观察要求的动向。只要亚奇即将受到伤害的时候，裁判立刻就会向前扑救。邱建良想连续的进攻找寻机会。我们看对方只要邱建良进入拳法的距离，对方马上进行搂抱。对方甚至完全不想跟邱建良去重创其锋芒。第3回合，邱建良这个时候一定要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一直到现在邱建良的心态还是很好的，并没有实施太多不过脑子的进攻。可知道邱建良是出了名的高智商选手，岂会因为这点不公平而失去平常心？但一个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，面对裁判的不公平，再加上对手的不讲武德，邱建良的心态很快就出现了裂痕，根本不理解裁判和亚奇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真的就不怕世界体育总局找摩洛哥的麻烦吗？我们看对方直接把邱建良的脖颈夹在身上，根本就不打算在内围进行打击。我们看对方进行了甚至夹颈的这种断头台的夹颈，这种搂抱战术的确是让我们觉得不够正直。此时的邱建良正在逐渐丧失平常心，心态出现了严重的炸裂现象，只想拿着重拳暴揍亚奇。邱建良越是激动，亚奇就越兴奋，就越可以邪恶出来。在时间的加持下，邱建良的心态完全炸裂。这要是换成其他人，或许早就在第1回合就撂挑子不干了。你看对方又开始进行搂抱，这个内围角力的能力还是不错的。邱建良一定要找寻机会进行切线的爆发能力。我们看
在这个时候，邱建良的这个连续的打击，我们认为这个在对方这个进行一系列的防御式的缠抱的时候，裁判应该给选手一些警告的东西。我们看，根本就不打算进攻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邱建良有一个问题，在核心力量，也就是在本力对邱建良能坚持到现在已经不错了，毕竟裁判和亚旗是穿一条裤子的。擂台上的邱建良完全就是在1打2，这一次主动倒地是压垮邱建良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于是便主动倒地来抗议比赛的不公平。但这一举动也是引起了裁判的注意，结果邱建良又遭到了1次警告，全程都在实施违规招式和消极搂抱的亚旗没有得到1次警告。反观遵守比赛规则的邱建良却频繁遭到警告，此时的邱建良已经完全被愤怒控制了大脑。刚才的这个腿法的确是非常的悬啊，但是被开了口，裁判进行了医疗监督上来进行处理。刚才是在邱建良失去平常心以后，在心理失去了平常心。邱建良的脑袋上出现了伤口，需要暂停比赛包扎伤口。反观亚旗就是一个经典的小人，能打得过就往死里打，打不过就限制邱建良实施任何动作。无奈的邱建良不仅实施不了动作，并且还受了一肚子气。对邱建良现在进行医疗的处理。对手亚旗意大利现在在整场比赛的战术，我们只能说用的很到位，但是这场比赛的观赏性是因为他的战术就大打了折扣。我们看对方只要弹踢，马上会就是主动的倒地。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来看比赛结束了，全程都在耍赖皮的亚旗竟然在庆祝胜利，真不知道哪来的脸皮庆祝。反观一旁的邱建良却表现得十分黯淡，裁判和亚旗竟然敢在擂台上公然给邱建良穿小鞋，那么这个裁判就敢将胜利判定给亚旗这个小人。身处国外打比赛必然有很多无奈之举，这种情况就是其中一种。对此行比赛有什么看法？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。这次的比赛真的是非常艰辛，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。我们出国比赛可能只能尽量来适应国外的这个场地、国外的饮食、国外的时差、国外的规则、国外的 special 规则。所以以后出国比赛的这些师弟们，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，克制住自己的情绪。